什么人类喝那么多奶？所有哺乳动物都会泌乳，但我们为什么钟情某些奶？母乳是我们最先喝到的东西，多亏了制造业的发展，乳制品不断多样化，呈现数不尽的形式，为了我们的饮食和感官。奶最主要功能是为新生儿提供全面的营养。实际上，奶含有生长发育所需所有的重要营养，包括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维他命和矿物质以及水分。奶水是新生儿6个月大之前唯一需要摄入的。奶水的成分取决于许多因素，比如物种、饮食以及地理位置。比如北极圈的驯鹿拥有能量密集型的奶水，含有20%的脂肪，大概是母乳或牛奶的5倍多，以保证小驯鹿在严寒中生存。那么奶水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在哺乳动物特有的泌乳过程中，有一类泌乳细胞叫做乳腺细胞，它们沿着梨形肺泡排成单层的一排。这些细胞吸收所有用于制乳的成分，然后形成小的脂肪滴，依附在平滑的内质网上。脂肪滴与脂肪滴以及其他分子结合，然后排出并贮藏于细胞之间的间隙。乳腺最终分泌乳汁，通过乳房、乳头，或是像鸭嘴兽罕见的通过腹部的导管。泌乳通常被视为是雌性动物的行为，一些物种，比如棕榈果蝠、山羊，甚至是猫，雄性动物也能泌乳。世界各地的乳制品消费者享用的乳品来自于水牛、山羊、绵羊、骆驼、牦牛、马和牛，这些大多是反刍动物。这种哺乳动物有4个胃室，能够形成大量乳汁。这些动物中，奶牛是最容易被驯化的，其乳汁也很容易分成乳汁和液体2部分，与人类母乳的脂肪含量相似。在自然环境中，哺乳动物分泌乳汁随时供它们的幼崽食用。但面对饥渴的消费者，乳品业也提升生产速度，延长产品保质期，提供多样的乳制品。在乳制品生产厂，离心机高速旋转牛奶，使密度较低的脂肪成分与其他液体分离而上浮。脱脂后，这部分脂肪也被称为乳汁，用来制成其他产品，如黄油、奶油和芝士。乳汁也可以按照不同比例加回到乳液中，从而形成脂肪含量不同的牛奶。全脂牛奶含有3.25%的乳汁。相较而言，低脂和减脂牛奶则含1%至2%，脱脂奶含有低于0.5%的乳汁。为防止乳汁和水分再次分离，形成乳状分离物，混合物会经历一个高能量加压的均质化过程。在被摆上货架之前，牛奶还经过了热加工，以减少微生物数量，这是经政府批准的。而生乳爱好者则认为这会降低乳品的营养成分。奶的变质源于微生物，消耗并分解奶中的营养成分。这一过程中，乳汁凝结成块，形成很不好看的东西。微生物消耗形成的副产品，则是味道和气味恶心的化合物。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生乳中可能有携带致命疾病的微生物。为了杀死尽可能多的微生物，同时延长奶的保鲜期，我们采用巴氏灭菌法。其中一种方式是把牛奶在高温下加热30秒。另一种方式被称为极端高温处理 UHT 或是超高温灭菌法，是让牛奶在超高温下加热几秒。极端高温处理的牛奶拥有更长的保质期，不放冰箱可以保存12个月，而普通的巴氏灭菌奶只能在冰箱保存2周。这是因为超高温处理过程使更多微生物失去活性，但是高温处理可能造成营养成分流失以及口感改变。最终，这种选择在于消费者对于口味和便利程度的偏好。所幸的是，我们有很多的选择，因为乳品业每年生产超过8.4亿吨产品。
我们有很多的选择。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，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